Hello，大家好，我是 Irene00，欢迎收看我的 YouTube 频道。那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聊聊分享的是，来到英国留学的前3周，关键时间到底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或是会发生哪些事情呢？那我这一集影片也是一样，会分成3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来到英国你就读的学校的这个城市后的这一周，当这一周之内都还没有任何的，不管是学校课程啊，或是隐形周这些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这一周到底都在干嘛？那或是这一周到底有没有必要那么提前就来到英国呢？那第二个部分呢，会跟大家分享的是英国留学硕士的迎新周在做什么？有没有必要参加？是要参加校内的活动，还是校外又有什么样的活动呢？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开学了，英国硕士学校的是开学第一周，老师到底有没有在认真上课呢？好，那我们马上就开始。以我为例，我是选择了英国的 Newcastle University 就读我的留学硕士。那今年的开学的时间点的话是9月25号正式上课，可是9月25号前一周，从9月18号开始，整周都是迎新周的活动。那我自己的话是9月11号就来到了 Newcastle 这个城市的。其实这一周的话，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爆忙而且混乱的。也就是这一周其实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开始你要 settle down 的话，我从9月11号到17号的整整一周的时间的话，其实基本上每天都是跑去市区，就各种就是零零散散、七零八落的设备，我才买的第一周才发现到，哇，原来你要开始一个新的环境，建立一个新的家，是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采购的。好，那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到我的第2周了。英国学校会用1周的时间，让学生能熟悉整个，不管是学校的环境、学校的体制，或是这个学校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社团活动 （events, activities），然后可以让你去参加呢Was Clint Eastwood born? ABC or D? 10 seconds, 1910, 20, 30 or 40? 1920, I think. What we saying? I'm not sure. You go go. 英国的新生周 Freshers Week，我会觉得是在整个英国留学生涯展开的一个关键周。我会觉得就是除了可以参加一些学校官方举办的活动之外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你在的这个城市有没有一些非官方，也就是所谓的一些像活动公司啊、公关公司举办的私人型派对活动的。
Look at Jordan. 的活动啊，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 party 活动一定都是举行在晚上，所以呢，那白天的 Freshers Week 到底都在做什么呢？那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学校其实会举办一些说明会，那这个说明会其实不会只限于说明你们课程或者你们系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活动即将到来，甚至呢，这一个 Freshers Week 它会把你们整个学院的学生集结起来，然后举办一些比较有趣的讲座。所以我自己的话是在这一周的话，认识到非常聊得来，然后价值观相近的一群好友，然后奠定了我在整个英国心境上的平衡吧。其实在这一周的话，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去认识到你自己系以外的朋友，甚至是你自己国家以外的国际交换生。那大家在这一个周的话，其实都是非常的 active， 也就是非常的勤于去认识朋友，然后交换彼此的一些价值观啊，然后为什么会想要来到海外求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分享。我会觉得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放下一些自己的面子啊、自尊，去欢迎各式各样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新朋友跟你接近。接下来就要到了第三部分，也就是参加完那么多迎新趴，然后 party， 然后终于开课了。课程的第一周，我会觉得是整个心境上会有非常大的摩擦跟转捩点的一个时间点。当然，这个转捩点是因为其实上一周真的是过得太疯狂了，就是真的是每天晚上都会碰到酒，或者即使没有喝醉，没有喝挂，你身旁的朋友可能都挂了，对吧？就是考验每个人的酒量的不同啊。再来就是因为每个学校其实它本身都会有一些除了系上以外提供给学生的免费资源机会，不管是 career support 啦、职涯的规划辅导，或是一些提升你技能的课程讲座，我会觉得这些资讯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与实用，甚至它会比你系上例行性的课程有时候还来得更重要，因为这些系外的课程，其实它会增加你非常多 networking 的机会。那这个 networking 不只是对下或是对平行认识到你的同学，甚至还是对上，不管是知名的讲师啊，或是企业的高阶主管有进一步认识的机会。我自己会觉得，既然都花了一笔高昂的100万学费来到了英国留学，那真的要好好的去善用学校提供的机会，然后去精进自己。最后呢，我也想要总结一下经历了这3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自己在心境上有什么样的调整、调试以及适应。我觉得在海外生存最重要的价值观或是思想态度建设的关键3点，就是第一个是自制力，心中拥有一把尺。你想去派对喝酒玩到深夜喝挂，这不是问题。可是如果你被检视了，这就是问题。所以要去衡量这个派对环境有没有值得你信任的人，他可以保护你，或是带你一起回家。第二个就是时间管理能力。到了一个新环境，我的生活真的也不会是只有学业啊，就是还是把自己的生活排得很满，有去 live band 啊，听演唱会，然后甚至还有跑去别的城市玩，然后参加一些讲座课程，种种的都考验着你的时间管理分配能力。第三个就是方向。我们会一直说什么莫忘初衷，当然是说你的方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改变。可我相信初衷它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而且它是一股力量推动着你舍弃一些你觉得当下好玩的事情，可是在未来它会带给你很大的收获。以上的其实就是我单纯自己过了3周后的一些心情的分享。我会觉得当你人去融入、体验、体会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氛围的当下，最后再找出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跟生活模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最后还是要给他的鼓励，就是真的不要想说
自己非常好，然后就孤军奋战。再好的人都会需要有一个力量去支持他。那这个力量呢，我说其实真的就是你在海外认识到价值观相近的人，他们会是跟你在茫茫大海中最重要的伙伴。再来呢，就是你在学校的讲座、课堂或是企业场合认识到的贵人长辈。以上呢就是这一集想跟大家聊聊的内容，我们下次见，拜拜。